這台酷泰克10號磁吸充電寶，它真正的過人之處是電路架構的有線輸出、無線輸出、頻顯交互3條鏈路各司其職，切換順滑，策略清晰。在磁吸充電寶這個品類，它的級別已經是頂配。各位朋友大家好這台酷泰克10號磁吸充電寶，它在體積、容量和功率輸出直接挑戰了傳統磁吸充電寶的設計極限。這款充電寶不僅支持高功率的 PPS， 而且還兼顧了磁吸無線與有線快充的雙重優勢。但問題來了，在這麼小的體積內，酷泰克是如何讓50瓦的 PPS 這個強大輸出穩定運行的？而在它的磁吸結構、電池管理、散熱限制的情況下，它的內部設計又做出了哪些巧妙的取捨？今天我們就從電路板、功率路徑、電池管理等關鍵的部分開始，逐一拆解，看看這台充電寶如何在極限設計中找到突破口。這一根非標準的短線，這一期我們就不拆了充電寶拆解，內部有鋰電池，會發生爆燃的危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我們先從屏幕這個黑色的區域開始，把這個蓋子取下來。內部是有大量的双面膠的費了很大的力把這個外壳給取掉。最怕的就是傷到內部的電池。取掉以後，我們就可以看到磁吸圈，然後這是定位磁鐵，一整張陶瓷纖維的隔热棉。這是主壳體，上面為主板部分，底部為電池部分，中間磁吸圈，還有 NTC 熱敏電阻，有一個是探到電池裡面，還有一個是直接貼在這個磁吸圈上面。磁吸圈底部白色的為隔熱棉，底部黑色的整張的石墨導熱貼這片則是磁吸感應。先把這個屏幕排線也斷開，主板上面有2顆螺絲進行固定的，我們把螺絲卸掉。底部同樣是貼了這個隔熱棉的，還有石墨烯的導熱貼，旁邊還有黑色的麥拉片來保護電池。可以看到充電寶是2片電池串聯起來的。PCB 的話一共用了3片，主板和電池中間這裡還有一塊小 PCB。滴入解胶劑，我們把這個磁吸線圈拿出來，2片主板是通過排針連接的，主板之間有大量的這種導熱硅胶。可以看到这個電池的吉耳點焊在這個下面的小 PCB 上面，屏幕是通過雙面膠粘在這塊主板上面的。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主板，後面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況。兄弟們，這台酷泰克10號磁吸充電寶在測試片裡，我們看到它在小體積磁吸形態下，依然可以把高功率快充和無線輸出做得比較穩，但同時也能看到效率測試中橫流拉載無法長時間。這裡面的原因究竟是功率策略更保守，還是熱設計邊界更緊，或者是電源平台在某些檔位上更敏感？它能把無線持續輸出做得從容，說明它不是把無線當成配角，但它到底是怎麼樣分配功率，怎麼樣做溫度閉環？這些東西光看測試數據是看不出來的。還有一個順手的體驗，無線充着插上線就能夠無感的切到有線快充，它的切換到底有多高級？接下來我們按模塊講解，從能量底盤到功率執行，再到無線平台和路徑切換，每一段都用測試現象做線索，把它為什麼這麼設計講清楚。這台10號能在小體積裡跑高功率，第一其實不是協議，而是電池與系統管理。電芯用的是天津力神的2顆硅碳负极聚合物電芯串聯，单顆容量5000毫安时，19.25瓦时，2串電壓稍微高一點，等功率下電流更小。力神新能源1997年成立，主營覆蓋電池製造與銷售的業務。接着是電池保護鏈路，2顆電池保護開關管，4印7442，承擔電池回路的開斷保護職責。目前公開渠道沒能鎖定這個管子的廠商與準確型號。配套的保護主控是深圳創新微微電子出品的 CM1025，配合前端的開關器件
負責過流、短路、過充這些系統保護能力。創新微2017年成立，聚焦電池管理與電源管理芯片研發與銷售。溫控保護用了2顆 NTC 熱敏電阻，負責採溫。這裡就是測試裡橫流放電拉不出來的根本原因。溫度一旦接近閾值，系統就會主動的限流和降檔。酷泰科寧可不把數據做好看，也要把安全邊界守住。低壓供電2顆 LDO 分別給不同的芯片供電。蘇州 SRIP 微電子 TPL820F33-89TR 給主協議 IC 供電。SRIP 2012年成立，主營模擬 IC 研發與銷售。另外一顆是蘇州智譜新年 CL9903 給主控 MCU 供電。智譜新年2012年成立，主營芯片研發設計銷售。主控 MCU 用的是南京慶和微出品的 X035F8U6， 這個 MCU決定了屏幕顯示、觸控交互、功率狀態這些體驗層的一致性。慶和微2004年成立，專注自研接口 IP 與微處理器內核 IP 的芯片設計企業。此外，還有2顆保障使用體驗與可靠性的器件。北京盛邦微電子出品 SGM802 复位芯片，它的存在就是防止上電、跌落、瞬態導致 MCU 跑偏。盛邦微2007年成立，主營模擬集成電路研發銷售。上海維爾半導體出品的 WAS7222Q 雙刀雙字模擬開關，用於高速信號路徑切換，例如 USB 通道內切換。這就是無線充着再插有線，能無感切到有線高功率快充。這種順滑體驗背後就是它在起作用。上海維爾半導體，也就是現在的豪維集成電路，2007年成立，主營業務為圖像傳感器、觸控顯示芯片以及模擬電路的設計與研發。泉州海川半導體出品的觸摸 IC， 示意型號是 HK51 開頭的，用於無線充的磁吸識別。海川半導體2019年成立，專注數模混合集成電路研發與銷售。這一章的核心不是誰更豪華，而是他把電池、保護、溫控、供電分域、頻顯狀態這些地基都打牢了，後面的功率才有資格談穩定。有線升降壓平台和無線發射平台測試裡最亮眼的2個結果：50瓦 PBS 能跑完，15瓦無線能持續且溫度低，基本在這一章能夠找到答案。主協議與功率 SOC 是深圳英吉星出品的 IP5385。芯片支持多串電池，且同步開關升降壓系統可提供最高65瓦級別輸入輸出能力，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台磁吸充電寶能把高功率 PBS 做成常用能力，而不是點亮一下就退場。英吉星2014年成立，主營電源管理芯片與快充協議芯片研發銷售。圍繞 IP5385，有線功率是典型的輸入輸出全橋升降壓，由4顆重慶萬國半導體出品的7534開關管組成典型的全橋拓扑架構。萬國半導體2016年成立，主要從事功率半導體芯片製造，配合一顆4.7微亨合金電感，以及2顆白色的 R2005貼片取樣電阻，還有2顆貼片式小型化的固態電容。電容一顆來自湖南益陽萬金源電子，成立於2005年，專注鋁電解電容製造及銷售。另外這一顆廠家沒有查到。這一套組合的意義很直接，4顆開關管直接覆蓋更寬的輸出檔位。R2005貼片電阻把電流量化成策略，固態電容承擔高溫波電流。同時 ，C 口的 V-Bus 控制也是萬國的7534開關管，還有配套的 TVS 順態抑制和 ESD 防靜電2極管。V-Bus 開關管負責電源路徑的硬切換 ，TVS 和 ESD 把拔插順態與靜電風險兜住。再看無線功率路徑，無線端輸入供電 V-Bus 控制用到2顆萬國的7534N 開關管，輸入濾波用的是一顆固態電容，來自台灣裕邦電子。這家公司2005年成立，專注高端固態電容器的研發生產。無線控制芯片用的是英吉星出品的 IP6823，這個芯片是符合 QI 標準的，支持5至15瓦無線功率，並且內部集成 H 橋驅動、ASK 通訊等資源。無線 H 橋採用的是深圳永源微電子出品的 N+P 雙 MOS 管2顆，型號為 AP20G02BDF。永源微電子2017年成立，是一家專注半導體分立器件製造的公司。無線諧振電容由4顆 MLCC 諧振電容組成，這邊2顆，背面還有2顆。無線 H 橋用雙 MOS 組成發射臂，配合諧振電容，把線圈的電流跑規矩，造就了它15瓦無線30分鐘持續不掉功率、溫度還低的測試表現。兄弟們，測試和拆解做到這裡，我們把這台酷泰科10號磁吸充電寶的結論講一講。測試片裡最打眼的2個數據，一個是小體積的1萬毫安時磁吸形態，能把50瓦的 PBS 跑完整。
另外一個就是15瓦無線能持續輸出，溫控還非常從容。這期視頻拆開後，我們就會發現它能做到這些，並不是靠參數寫得漂亮，而是架構選得足夠工程化。2顆硅碳負極電芯串聯，把高功率時的電壓壓力壓下去。功率平台由 IP5385 高集成協議與電源管理 SOC 統籌，再配上全橋升降壓覆蓋不同的輸出工況，同時用到2顆 NTC 做溫控閉環，確保在邊界工況裡寧可降額也不冒風險硬扛。無線部分是 IP6823 外置 H 橋功率器件加協振網絡一套完整的平台，所以15瓦無線是可以持續輸出，而且殼體溫度低，插線還可以無感切換到有線的高功率快充。這些體驗的背後都有明確的路徑管理和系統級硬件支撐。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，或者是榮耀、小米 PPS 用戶，又經常需要磁吸無線，希望體積小、功率別太委屈，那麼這台酷派克10號磁吸充電寶是非常值得考慮的。它的優勢是高功率能跑，無線夠穩，體驗夠順滑。但如果你是華為私有快充的剛需，或者你對極限恆流有很苛刻的要求，那我建議你選擇更高級別的方案。一句話總結，這台酷派克10號磁吸充電寶，它真正的過人之處是電路架構的有線輸出、無線輸出、頻顯交互3條鏈路各司其職，切換順滑，策略清晰。在磁吸充電寶這個品類，它的級別已經是頂配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測試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仔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來的支持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